这半个菜园的蔬菜全部都抽台开花了，按照种菜的规矩，这块地算是废了吧？但其实这是我故意的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接下来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。这些现在开着花的菜，冬天的时候还躲在这层薄薄的防寒布下。去年12月份的那场大雨下了有2天，菜床上、地里边都积上了厚厚的一层。雪停了，我过去把防寒布上的雪扫开，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了。当时揭开布，菠菜的叶子都冻得贴在地上，但颜色还是绿色的。后来又扛过了好几场寒流，零下10几度，但只要是太阳一出来，那抹绿还是死死地趴在冻土上，没有放弃过。到了早春，这些经过霜冻淬炼的菜苔和羽衣甘蓝是超市里边买不到的那种清甜。看我这一排油菜，花儿开得正盛。其实右边的这部分，早春的时候最鲜嫩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摘过几次菜苔了。这羽衣甘蓝有些已经抽苔，快要开花了，但是大部分上面还是有很多鲜嫩的叶子。他们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的餐桌。现在天暖了，他们也老了，抽苔了，开花了。但是他们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。这是芝麻菜的花，白色，4个花瓣，很小，凑近闻有一点香。旁边的这一片黄是油菜的花，不仅亮眼漂亮，还是蜜蜂的最爱。这是芥菜的小花，还没有开，等过一阵子其他的花都开败了，就该轮到它们了。看着菠菜，你已经分不清它到底是花还是结出来的种子了。我这一片覆盖作物里边应该还是有萝卜的，等过一阵子也会开花。萝卜的花是淡紫色的脉络，看起来也是相当漂亮的。这一大片的羽衣甘蓝现在都是顶着花骨朵，等到时候都开花了，又是黄黄的一大片。哇，这个地方终于找到开花的了，这就是羽衣甘蓝的花，也是4个花瓣，黄色的。还有这些香菜，天再热一点，它们就会也都开花了。伞状的白色小花，花期特别长，也是非常受蜜蜂欢迎。庄子讲过一棵长满瘤子的丑树，木匠嫌它没用，不砍它，结果它活成了参天大树，给路人撑起了一片巨大的阴凉。无为之用，方为大用。我在菜园里这片花海里想起了这句话。你看我果园现在也是花期，白白的梨花，粉红的桃花，还有已经开过的杏花和李花。但果树的花期就是那么短短的几天，蜜蜂光尝那点花是撑不住的，蜂群还没建立起来，花就已经谢了。这片菜地里的黄花、白花，花期比果树要长得多，而且离得近，它们才是整个后院真正稳定的蜜蜂食堂。蜂群在这里建立起来，等果树开花，蜜蜂已经到位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果树坐果率越来越好的原因，不是我做了什么，是我没做什么。还有一点，芝麻菜和香菜本身还有开花的时候都会散发出很冲的气味，很多害虫是受不了的，会自动绕道。它们就是一道天然防线，保护着旁边刚露头的新苗。连地上这些紫丁花、地丁，很多人叫它杂草，要拔掉，但它也在开花，也在喂着蜜蜂。在这个小小的生态系统里边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没用的。其实这片菜地里边有很多植物都不是我今年种的，像这片香菜，去年、前年落的种子自己冒出来的。它们围着我的这棵柿子树长了一大圈，我们这个季节吃火锅呀、炒菜调味啊，就全靠它们了。这棵李子树下也是自然繁殖的覆盖作物，绕着它长了一圈，跟李子树一直陪伴在一起。这片大菜园的这一大片羽衣甘蓝，甚至是前年延续下来的第3代了，里边还会有黄芥菜、东豌豆，全都是自己长回来的老朋友了。我其实什么都没做，就等着它们就自己都回来了。这些菜、这些草开了花，它们的花不只是在喂蜜蜂，它们同时也给这片菜园播下了明年的种子。以前我每年春天一到就着急清园，开花的菜全都给拔了，
恨不得当天就把新苗给种下去，生怕浪费了一天的土地。结果呢，果树花期蜜蜂不够，坐果率上不去，新苗的旁边没有任何遮挡，害虫就直接找上门了。忙活了一大圈，还不如现在这种偷懒的模式。种了这么多年的地，我越来越觉得最难学的不是怎么种，而是什么时候该放手不管，让有用的去结果，让无用的去开花。这些花谢了之后，我不会去收种子，让它们自己落在土壤里面。等天再暖和一些，菜园的角落里还会自己冒出冬瓜、西红柿、辣椒、姑娘果的苗，全都是去年落的种子自己回来的。我可以什么都不种，到时候自然就会有收获。你看这种兔耳朵草，我看很多店里边还把它当花来卖，我菜园里边到处都是。还记得前年和去年的时候，这一片地自己长出的冬瓜也能收获10几、20几个瓜呢。我们收冬瓜的时候，有些品质不是特别好，或者是烂掉了，就不收了，把它留在地里，等种子自生自灭，自己发芽。吃冬瓜的时候，掏出来的冬瓜种子也会有意识地保留下来，给扔到地里边去，总有一定的概率能长出冬瓜来的。把种子能留的都给它保留下来，到第2年春天给它们生的希望。再来看看这些是去年种的毛豆，有一些是鲜食品种，我们收了很多。像这种是覆盖作物的品种，几乎就全都留在地里边了，一颗都没有收。这些干豆荚里边还有种子，咱们剥开看一下。看这些种子，就这么给它留了一冬，到春天等它落到地里边也会发芽，到时候这一片地又会是一片新的毛豆。而且毛豆根系能给土里边固氮，相当于免费施了一茬的肥，所以种过毛豆的地会一年比一年肥的。后边等毛豆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用一片毛豆让土地自己养活自己。